秦亮居然是幕后大 boss。近日，随着风起洛阳的热播以及剧情的不断发展，谁才是最终大 boss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。其中有一人选格外引人注意，那就是宋轶饰演的齐娘，并且从各方面的分析来讲，各种观点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接受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齐娘是反派的疑点又有哪些呢？赶紧跟着小编来一探究竟吧。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如果要问小编近期什么剧热度最高，那一定是由黄轩、宋茜、王一博、宋轶共同主演的古装悬疑大剧《风起洛阳》。从剧中精致的服饰以及可以推敲的探案情节，剧中小角色也都有他自己的闪光之处，从而凸显了人物的鲜活性。小人物也是有血有肉的，他们在剧中活了过来。让人感到不太完美的就是女二柳然了。也就是剧情里面的齐娘这样一个角色。剧中宋轶所饰演的柳然又称齐娘，是一个长相娇俊、性格直爽不扭捏，在情感里是一个耿直不做作的女孩，也是一个乖巧懂事、有自己的思维与能力的女配角。在剧中，因为从小一直喜欢王一博所饰演的百里弘毅，又称二郎，所以一直追随其身后，直至百里弘毅的阿爷要求他娶回柳然，两人才终于成婚。在结婚后的情节中，齐娘一直围着二郎转，好像他的生活里只剩下了百里弘毅，两人感情也逐渐升温，甜甜的爱恋谁不喜欢呢？她想当夫君身后的小女人，虽然对百里二郎的探案并没有什么帮助之处，不过这样的日常也让我们知道了，要爱强扭的瓜也可以一样甜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在近期播出的《风起洛阳》里，宋轶与王一博饰演的角色是占尽了风头。在剧中，两个人的爱而不得与情感上的摩擦，让所有观众都跟着两人的情绪浮起低落。但百里二郎在感情方面却是个木头，性子直，不会忍让，在遇见事情时直来直往的性格也让他受了不少的苦楚。正因为知道自己孙子的性格，阿爷在离世时才会想着为百里弘毅结一门能保全他性命的亲事。而百里弘毅与柳然虽然是青梅竹马，但是百里弘毅情伤为父，对感情一事向来不开窍，所以在两个人相处上也一直是齐娘追随着二郎的步伐。大概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角色，两人的感情颇受观众的关注，而百里弘毅也因为情商低的话题，不知道上了多少次热搜。看着齐娘的追亲之路，观众的内心也为之焦急，感叹着两个人寻爱之路真心艰难，好不容易两个人有相爱的苗头了。二郎与齐娘之间又出现了感情波折，齐娘的叔父离他而去，这对于齐娘是一个沉痛的打击。齐娘从小便由叔父抚养长大，叔父更是当她是亲生女儿般对待。在成亲当日，百里弘毅的无理与傲慢彻底激怒了叔父，为了自己侄女的幸福，叔父沉痛思痛，不愿意把柳然嫁出。但是柳然对二郎情根深重，而且他相信水滴定能穿石。那一刻，叔父对齐娘说，如果他对你不好，你就回来，我们不要他便是。仅仅一句让不少观众感动的泪流满面。在不看好的声音中，齐娘还是成功的嫁入了百里府，成为了名正言顺的百里夫人。嫁入百里府的柳然撑起了一个家，因为二郎的不谙世事，不通晓人情世故，很多事情都需要柳然操持。在柳然与百里弘毅的相处之中，齐娘甜滋滋的对待着二郎，似甜糕般让人慢慢融化。而百里二郎也在慢慢的改变，由早上吃的胡辣汤，到中午也可以慢慢的接受齐娘亲手熬制的胡辣汤。所有观众都感叹两人之间悄悄的变化，那不经意的改变真的一点点渗透观众的心，那一丢丢的糖足以让观众感叹。就在观众以为两人的感情逐渐变好之时，齐娘的叔父离世了，离世的原因竟然与二郎的阿爷有关，两个人瞬间面临了感情上的考验。当齐娘跑着回去看见已去世的叔父，那一刻的崩溃，叔父对于他的关爱，对于他的抚养，一幕幕涌上心头。齐娘这唯一的至亲彻底的失去了，齐娘崩溃大哭。在这时，二郎告诉齐娘，自己阿爷的死与齐娘叔父有关，两人的关系陷入了冰点。或许是在不自觉中，百里二郎动了心，或许是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二郎对于齐娘并未有责备，只是淡淡的问了一句，齐娘要和离还是要留下？虽然是简短的一句话，但是二郎的心动还是悄然的表露。齐娘深爱着二郎，虽然两个人的至亲之死都与彼此有关，但是二郎在大是大非面前却做到了分辨是非，并未把所有的
仇恨放在姬娘身上，而在相处之中，两人的感情也渐渐的升温。但是没想到最近几集姬娘的表现却很反常，处处坏事，打乱了百里弘毅的各种计划，观众对他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。明明《风起洛阳》刚刚开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姬娘是个在爱情里敢爱敢恨的个性，让观众不觉喜爱。特别是她与百里二郎的婚事，姬娘通过各种方式引导百里二郎前来赴约，恰逢其时的抓住机会，向对方表明爱意。结婚的时候，为了维护百里二郎，舍弃自己作为贵女的矜持。但随着剧情的不断深入，姬娘在性格上没什么太大变化，但在行为上一直拖百里二郎的后腿。明明是一个一世一家的闺女，却变成了黏着夫君的恋爱脑，似乎就是一副为爱痴狂的样子，不考虑不会武功的事，不担心这样是否会影响百里二郎探案，也不考虑自己这样的行为是否为探案团队带来影响。特别是大家返回百里府之后，探案团队不想让姬娘陷入危险境地，百里二郎也是一副想要保护她的想法，选择隐瞒风险，不让对方知道。却被姬娘察觉之后，并对着他纠缠，甚至在百里二郎和月华君按照计划行事的时候，姬娘以身涉险，引诱敌方对自己下手，从而追踪到了联络地点，甘愿与夫君共同进退，是姬娘对百里二郎的爱情宣言。计划被打乱，大家都为百里二郎担心不已。不少人看得生气，觉得姬娘是派来扯百里府后腿的卧底。那么姬娘真的是反派，甚至是最终大 boss 吗？小编不敢肯定，但不得不说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确实高明。为什么呢？且听小编慢慢道来。首先，柳姬娘的身份设定是大家族贵女，可她的父亲进山清修多年，就算女儿成婚这样的大事，也不能打断她的修行。在剧中所在的时间线，修行是只有道士才会做的事情，那么是不是可以大胆的猜测，柳父与春秋道有关？包括他还未出场的哥哥，都透着一股子古怪。虽说一开始就说了柳然从小被叔父宠爱着长大，所以才养成了天真烂漫的性格。但是从他为了自己爱的人争取婚姻主动权，还有帮助百里二郎在府里拿到掌家权那件事就可以看出，他绝对不是单纯的傻白甜。那么柳姬娘用爱的名义去扰乱小分队探案，进程也绝对不是恋爱脑可以简单概括的。其实是在剧情前半段中，让观众最印象深刻的配角就是身不由己潜伏多年的咬娘。她从小被阿爷买来训练成杀手，成为16夜后潜伏在高秉烛身边，虽然对高秉烛情根深重，但是为了活命又不得不杀死对方的兄弟。最后接到掌秋使杀掉高秉烛的命令后，宁愿自尽也舍不得动手。咬娘的谋略与胆识让观众心惊，但是在风起洛阳的官方设定中，柳然这个大家闺秀的智商甚至比咬娘还要高得多，这与姬娘表现出来的傻白甜一点都不符合。那么她的智商都用在哪了呢？如果柳姬娘真的像观众猜测的那样是个白切黑的话，那么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嫁给百里二郎是因为暗中的计划与安排，他所表现的粘人与恋爱脑也是为了取得百里二郎的信任，并且在暗中阻碍小分队的探案进程。他未露面的父亲与哥哥很有可能就是春秋道最大的反派。当然针对这一说法，也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。对于姬娘为何如此讨人厌，有人表示可能是这段剧情换了编剧，所以姬娘前期的行为和后期的行为有点对不上，感觉像换了一个人。还有一种可能是柳姬娘确实就是这样的性格，只不过在出场时大家都注意到她的颜值，却忘了她身上的缺点。小编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，因为按照马伯庸惯用的悬疑铺陈方式来看，先给观众一种姬娘就是反派的感觉，其实是在错误引导，故意让观众认为她是 BOSS， 扮猪吃老虎的可能性不大。姬娘不太懂得处理轻重关系，她只是一个深爱自己丈夫的弱女子，想与自己的丈夫一起面对困难。而且这部剧的编剧是很聪明的，同样的戏码不会出现2次，之前有一个咬娘已经够反转了，观众看到咬娘那么喜欢高秉烛，最后又为他自杀，忍不住心疼。这一次如果再让妻娘白切黑，就是类似的剧情了，没必要再上演一回。最后小编觉得大家会猜测妻娘的身份，只能说她最近几集中的行为确实是让人无法理解。人家都告诉妻娘危险，她一个没有武功的小女孩还往前凑，不是添乱吗？前
前几集还是能临危不乱，主持家里事务的大家闺秀，突然就恋爱脑上头，实在是疑点重重。但是故事走向究竟如何，还是要看最终剧情发展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